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联盟11号的飞船事故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宇航员在太空遇难的事故。3名前苏联宇航员虽然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太空任务，但他们却永远的不能活着回家了。时至今日，联盟11号事故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其中带给我们的警醒仍然值得我们回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联盟11号的事故。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在航天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终美国人率先在1969年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在登月竞赛中占据了优势。对此，前苏联必须有所回应。1971年4月，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空间站——礼炮1号空间站。很快，前苏联又派出联盟10号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前往礼炮1号。然而，由于在对接阶段出现了故障，联盟10号的宇航员没有能够进入空间站，无奈宇航员们只能无功而返。于是1971年6月6号，联盟11号飞船发射升空，随船的宇航员将进行第二次对接尝试。联盟11号搭载的3名宇航员是指令长格奥尔基·多波罗沃利斯基、实验工程师维克多·帕查耶夫和飞行工程师弗拉季斯拉夫·沃尔科夫。这一次，宇航员们成功了，3名宇航员驾驶着联盟11号飞船，成功地完成了和礼炮1号的对接，并顺利地进入了空间站。宇航员们在空间站上一直待到了6月29号，他们在空间站上总共停留了23天18小时22分钟，创造了当时人类在太空停留时间的最长记录。他们除了进行了一系列的天文观测之外，还开展了失重状态下植物生长情况实验和一些医学方面的实验，获得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和数据。对接期间，他们还成功地实施了2次空间站的轨道抬升工作。他们的壮举为前苏联赢得了荣誉，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自然而然成为了全苏联的英雄。在那几天，莫斯科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播放这3位航天英雄的画面，千万苏联民众都将他们视作自己的偶像，那种热度完全不亚于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捧明星。随着太空任务的顺利完成，英雄们该回家了，全苏联都在热切地期盼着他们的3位航天英雄凯旋而归。1971年6月30号清晨，中亚的大草原上天气不错，地面观测系统和搜索队员们驾驶着直升机搜索着天空中降落伞的痕迹。很快，他们就发现正在缓慢下降的联盟11号飞船，此时它巨大的降落伞已经打开。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看到飞船刚一落地，救援人员们就立即跳下飞机，冲向因为大气摩擦的高温还在冒着热气的返回舱，并急切地打开了飞船的舱门。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万分凄惨的景象：3名宇航员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对此，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联盟11号飞船的降落机制是全自动的，从降落伞的展开到落地前最后一刻的反冲发动机启动都是如此。当时是莫斯科时间凌晨2点16分，但此时中亚地区的天色早已大亮。当热切地盼望英雄凯旋归来的苏联航天机构的领导们收到救援队发回的信息代码时，他们全都被惊呆了。代码只有短短的几个数字111，这串数字是当时苏联使用的一个代号系统，每个数字代表着1名宇航员的健康状态。5表示状态良好，4表示状态尚可，3表示有受伤，2表示严重受伤，而1则表示着死亡。所以
这段代码的含义是，所有的3名宇航员已经全部死亡。很快，多位苏联航天机构和宇航员管理机构的负责人直接飞到了哈萨克斯坦。直到这时，他们还是无法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看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问，救援队员到底在现场看到了什么呢？根据当年参加现场救援的人士回忆，救援人员在飞船着陆后迅速抵达并展开了救援工作。他们先是敲击飞船的舱壁，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他们打开了舱门，眼前看到的是3位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的宇航员，他们睁着眼睛，面无表情，脸上隐约能看到暗色的斑块，鼻子和耳朵都有出血的状况。救援人员迅速把宇航员移出舱外，并立即展开心肺复苏抢救，但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医生的现场判断是，宇航员们的死因可能是窒息。后来的调查为我们还原了联盟11号飞船返回地球时发生的情况。莫斯科时间1971年6月29号下午，3名宇航员完成任务，驾驶联盟11号和礼炮1号空间站脱离，开始了返回地球。6月30号凌晨1点35分许，飞船开始执行载入程序。首先，启动飞船上的反推火箭，为飞船减速，并降低飞船的飞行高度。随后，返回舱开始和服务舱分离。意外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就在返回舱和服务舱分离的时候，控制返回舱内气压的阀门被震开，返回舱的密封性被彻底的破坏了。很快，返回舱内的空气就从阀门泄漏殆尽，舱内出现了迅速的减压。在这种情况下，宇航员们根本来不及做出过多的反应，就因急性的缺氧而窒息，他们的体液也因为减压而迅速沸腾，最终导致了宇航员的死亡。这次事故对前苏联的航天事业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事后，前苏联方面认为联盟飞船的设计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由于飞船返回舱的空间过小，无法容纳3名身着航天服的宇航员，而这就让宇航员在升空和返回的时候暴露在危险之中。对于这一问题，早在联盟飞船的设计阶段，就已经有前苏联的科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但他们的质疑却被前苏联航天部门的负责人给忽视了。为此，前苏联航天部门的负责人卡马宁将军被解除了职务。事后，前苏联的航天部门着手对联盟飞船进行改进，他们花费了超过2年的时间，才设计出第2代联盟飞船，提升了飞船的安全性，并把飞船成员的数量从原来的3人改成2人。从此以后，所有宇航员在升空和返回地球的时候都必须身着宇航服，这是联盟11号3名宇航员用生命换来的教训。这一要求被一直沿用到了现在，大家可以从神舟飞船、联盟飞船的发射和返回的图像中看到这一点。至于礼炮1号空间站，由于这次事故调查和评估，从此再也没有新的宇航员抵达。无奈，在运行了175天之后，礼炮1号受控降落在太平洋，人类第一座空间站的命运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实在是让人非常遗憾。联盟11号发生意外事故导致宇航员牺牲的时候，飞船的飞行高度大约是160公里，远高于100公里，这个用来划分航空和航天界限的卡门线。而其他几次造成宇航员牺牲的航天事故都是发生在卡门线以下，因此本次事故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宇航员在太空中牺牲的案例。后来，联盟飞船经历了多次的改进和升级，到目前已经发展到最新的联盟 MS 飞船，它的安全性和经济性都非常高，是国际空间站上宇航员往返地球的关键交通工具。但在高安全性的背后，
其实是无数经验和教训所提供的数据支撑。好，关于联盟11号飞船事故，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